在一起8年的男友攀上了富豪之女，还让她未婚先孕。缩头乌龟派她妈妈来跟我谈分手。原本的准婆婆甩给我他们家大半家当，高高在上的说，对外记的说分手原因是性格不合。他们不知道我等这一天等了很久，就为了让他们狗嘴里舍得吐出点骨头。当了负心汉还想立牌坊，我拿完钱转头就对外说乌鸡为了变凤凰，贡献了他的子孙后代飞了。哦，对了，我的真实马甲是当地首富的独生女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我和林凯是大学同学，因为老家一样熟络起来，日久生情。刚成年时对世界满怀一腔热血，不想过分依靠家里，我选择隐瞒家世，勤工俭学。毕业后，林凯家里为他安排了工作，我呢是独苗苗，爸妈不放心我一个人在外闯荡，我们顺理成章回到了老家发展。过了几年，他爸妈着急他的婚姻大事，他领着我去见家长。第一次见面，饭桌上只有一个辣炒鸡块，一个紫菜花蛋汤，吃得比我家早餐还敷衍。我儿子非常优秀，从小到大都是学霸，现在的工作也好得不得了。原本打算他找个资质相当的，不过罢了，你管好柴米油盐也行。他妈炫耀的唾沫星子飞溅3米，对我颐指气使，是，挺优秀的。每次成绩放榜，我第一，他第二。我现在就职的公司每周只需要居家办公1天，年薪也比林凯高不少，是比他有时间管理生活，笑容到位，言语缓缓，一顿输出。他妈脸色开始发绿，来，你第一次到家来，这是阿姨给的见面礼，收下，不多别介意，意思一下，4季平安，4季发财哈。笑面虎递过来一个红包，满是褶皱，瘪瘪的，不知道从哪个陈年角落里找出来的。不介意，我过年给我家猫咪包红包，也包这个数，意思一下，图个好彩头。他妈尴尬一笑，起身走进厨房，哐当一阵收拾锅碗瓢盆，想必心里十分不爽。见面之后，催婚的消息我再也没听到过。林凯突然变得工作十分繁忙，一到约会不是加班就是出差，后来甚至电话不回，手机关机。直到我去医院体检，在妇产科门口撞见他陪着别的女人在等着做检查，我才发现狗不回家，原来是去外面捡垃圾啃了。我看过你的照片，是他8年了还没娶进家门的女友吧？你好。他身边那位身材矮小，打扮得珠光宝气，看上去比我妈年轻不了多少的女士趾高气扬地走过来，不屑地跟说。而林凯1.8米的大高个，此时却躲在他身后，不敢正视我。我3个月就获得了他们家的认可，肚子里还有了孩子，为他们家继承香火。你努力了这么多久都没用，真可怜。现在小三以此为荣，精神状态都挺超前，生育机器我能比得了吗？运转速度这么快，他们家挑媳妇的审美不在线，我怎么努力？倒是你们眼光都一样。我肚子。他气急败坏指着我，无法反驳，装作肚子疼，扯了扯林凯的衣角，让他出面。那个垃圾无动于衷，一直低着头沉默，生怕失了面子。以前从没觉得他如此窝囊。谢谢你这段时间帮我喂狗，给我省了不少伙食费，这狗送你了。我发笑，摆手扬长而去。贝贝，对不起，你跟我妈不对付。林凯晚上发来消息，把出轨的锅甩到我头上。
他的朋友圈背景迅速换成了那个女人嘟嘴卖萌的自拍照，实在有伤风化。我不对付，自有人对付他。我回了最后一个信息，让他躺在了我的黑名单。出轨毕竟不光彩，为了堵住我的嘴，保全他的名声，好入赘当豪门女婿，他派出他妈来稳住我。我接连2次回绝了见面，直到他们把条件抬到掏空他们家底的程度。姐的青春可要值点钱，为了以后的万贯钱财，牺牲眼前这点利益，他们眼睛都不会眨。我只是在共同的朋友圈小范围昭告了林凯想少奋斗30年的渣男行为，做人留一线，日后好相见。奈何三儿姐刚上位成功，就忍不住要炫耀，天天各平台晒幸福，配的文案各种明里暗里内涵我。有些女孩提各种礼物不请自来，上赶着一样，还吃不到一顿好饭。大家别学，轻贱得很。他专门拍了 vlog， 林凯家老旧的餐桌上满满当当10几个菜，茶几上有车厘子、榴莲、草莓，据说都是林凯他妈精心准备用来迎接他的。我收到了阿姨的大红包哦，万一挑一，重视与不被重视的区别。嘻嘻，林凯他妈揣着手工刺绣的红包递过来，笑得两眼放光，与之前高高在上大相径庭。刚怀孕，他就不舍得让我干活了，现在衣来伸手，饭来张口，我更像个孩子。他说以前都是被照顾的那一方，为我什么都可以学着做。他视角下的林凯早上帮他挤好牙膏，中午变着花样烧饭给他端到床上，晚上调好水温给他泡脚按摩，满满的肩夫感。哦不，人夫感。的确，我不曾体验过这些。为了让他全身心投入工作，无后顾之忧，我一直都很独立，不太撒娇粘人，还把他的衣食起居安排妥当。男人还是喜欢值钱的花瓶、项链、耳环、戒指、手镯，都是大林给添置的。他说5斤另算，这是怀孕的奖励。男人爱你就会追着为你花钱哦。他在讽刺我这么多年只收到了1枚素圈，他能挑着点膈应我，无非是林凯把我们交往细节作为谈资透露给他了。他平台算小有流量，拍了情侣生活后，追捧他的人越来越多，说她是命好清醒的大女主。我的朋友们了解事情真相，看不下去了，在他的评论区集体为我出头，指责他破坏别人感情，还沾沾自喜，没有底线。正主在这，吃瓜一部我朋友艾特了我的账号，希望我写一篇小作文让他们见光死。网友们纷纷追问我，是真的吗？摇钱树在成为摇钱树前，必然要施肥、浇水，给它晒晒太阳。我只回复了一句话，我知道他的被爱都是建立在他的家庭背景上，他的一系列操作并没有让我破防。基于最近的蓄意抹黑，我澄清一下，我跟大林是在他结束上一段感情之后才在一起的，光明正大。评论里的水军是谁请的，大家心知肚明。分手了，见不得前任好，未免太狭隘。没有正面戳穿他，就是第三者。他非但没有收敛，还到打一把往我身上泼脏水。不明所以的吃瓜群众都来骂我，处心积虑，不是善茬，是就是，不是就不是，说一些听不懂的话，带节奏呢。最后的爱是把手放开，别让自己更难堪。铺天盖地的评论私信不停弹出，受害者需自证，实在可笑。我有你们最早的约会照片，要不要看看拍摄日期？还有一些你知三当三跟你家大林露骨的聊天记录，要不要放出来让大家看看？
一个 ID 名为朝九晚五男秘书的账号竟然与众不同，为我出头，看上去还掌握了比我多的讯息。此言一出，三儿竟然下架了之前所有的视频，还重新发了声明：我是小三4个大字加红加粗放在首页，是何方神圣，有如此威力？谢谢你，冒昧问一下，你是哪位吗？我忍不住好奇，私信了这个账号。在外面马甲穿久了，习惯自己的假身份了，连我都认不出。看头像，我点开头像，是一串编织手绳，编得歪七扭八，毫无美感，一看就知道出自我之手。这是我中学时送给青梅竹马程燕的礼物，她竟然还没扔掉。你不好好当我爸的总裁秘书，来管这些无聊的事，浪费时间。程燕出国留学，主修工商管理和金融学，毕业之后被我爸挖过来做助手。不管还不知道你被欺负成什么样，当年跟我打架的气势去哪了？小鬼，明明就只比我大了1岁，怎么说话爹里爹气的？扯头发，扇耳光，折损形象。我一向以理服人。对了，你怎么会有照片聊天记录的？其实程燕没出手前，我已经在整理手头的证据了。有钱能使鬼推磨，也能让好闺蜜变成塑料姐妹。以她张扬的个性，征服一个男人肯定会到处分享，找个他身边人收买一下，轻轻松松，将不是老的也挺辣。程燕善于洞察人心，也是我爸留他在身边的原因之一吧。行，你最厉害，比我厉害，以后要罩着我哦。大哥，我故意调侃道，你才是我老大，不闹了，说正经的，老头叫你回家一趟，有大礼相送，明天我去接你。第二天一早，程燕就在我租的小区楼下等着了。副驾驶上还有新鲜出炉的我爸爱吃的点心，假装是你买的，老头会开心一点。这么些天他大发雷霆，竟敢有人浪费他宝贝女儿的青春，糟蹋你的感情。程燕一边开车一边叮嘱我，我回来啦，有没有想你的小棉袄呀？看我给你带了什么。一回家，我嘻嘻哈哈地直扑我爸，想让他知道他女儿并不是为了男人哭哭啼啼的恋爱脑。嘤，我只顾着看我爸，没有看到地上有个人正跪着，肩膀一抖一抖的在抽泣。小姐，你回来了，我带着不害臊的小女给你登门道歉来了。一个戴着眼镜，头发微秃，满脸堆满笑容的中年男人迎上来，指着地上的人奉承我。对不起3个字像拼尽全力挤出来的，他明显已经哭得喉咙嘶哑，发不出声。给我抬起头来，看着小姐的眼睛，再说一次。男人突然咆哮，把我都给吓到后退一步。好在程燕站在我后面，是林凯怀孕的小娇妻江汉，这是他父亲，平时对你爸俯首称臣。他们公司目前最大的收益来源于跟我们的合作。程燕在我耳边低声解释着眼前的场景，江汉也抬起了头，对上我的视线。他嘴唇紧闭，似乎渗出了血，双手握成拳状，一副忍辱负重的样子，不像是心甘情愿来道歉的。老江，我们的合作到此为止吧。孩子们之间有这样的尴尬关系在，合作起来心里膈应，别闹得更不愉快。我爸背着手，脸色阴沉，不想看眼前的景象，望着窗外说道：老大哥，千万别，实话跟你讲，他是我年轻时犯错，从外面带回来的野孩子，本来就不受我家那口子待见，我可以跟他断绝关系，我们的生意不受影响的，我保证。原来偷情这种事也有家族遗传，你满意了吧？
靠这种手段为难一个怀孕的女人，扳回几分薄面，你下不了蛋。男人不跑，天理难容。或许看见他爸为了利益，转眼就弃他于不顾。江汉不再伪装，先向我发泄怒火为快。想必林凯母子俩也在他面前编排了我，让他以为我身体有问题，无法生育。林凯另找是人之常情，并非是嫌贫爱富，请你们立刻马上离开。我爸气到直接下逐客令，啪！江汉他爸一巴掌直接落下，他脸上立马浮现5个手掌印。你个不孝女，有辱我门风就罢了，还要坏我们家的财运，去找你肚子里孽障的爹吧，我们家容不下你。他爸就此将他赶出家门，随后离去。你好好等着。他恶狠狠地撂下一句话，站起来，一瘸一拐摔门离开。爸，没必要做到这种程度，生意为大，你女儿看到咱家的财富值 pop 上升才会开心。我捏捏我爸的肩膀，想平息他的情绪，哄他开心点，也想委婉提醒他做公司决策不要带私人感情。养你这么大，我都没舍得骂过你一句。女儿比赚钱重要的多，他们公司快要油尽灯枯了，终止合作或者或晚，不用担心。我爸拍拍我的手，反过来抚慰我。既然现在一个人，搬回来住吧，爸爸放心点。好呀，公主要回城堡了。叔叔，不，老板，我可以也搬过来吗？这样每天不用绕路接您，节省通勤时间。程燕冷不丁冒出来，向我爸提出无理请求。我爸竟一脸意味深长地笑着答应了他。可以把我妈支付给你的分手费退还给我吗？结婚需要钱。我的支付宝弹窗弹出一条消息，是林凯。你脸上涂了东西吗？脸皮这么厚，看在孩子份上，我也必须给他一个交代。宁拆一座庙，不毁一桩婚。我需要这笔钱凑彩礼。不好意思，辅修蓝翔挖机专业，遇啥拆啥。贝贝，我知道你心中有气，还放不下。就算我结婚了，还是可以陪你。她可以只是孩子妈妈，喝多了歪脖子吧。三观这么扭曲，让我突破道德底线，那是另外的价钱。贝贝，这么多年才发现你这般牙尖嘴利，不配合的话，那就法院见。这钱你收的名不正言不顺，迟早要还。起诉状可以用顺丰邮寄吗？速战速决，进度太慢，耽误我找青春男大。林凯找了律师，以婚前转账属于个人财产，可以追回为切入口起诉我。我不仅有他妈妈跟我谈判时的录音，还有转账备注无偿赠与4个大字，更有银行流水，记载了这么多年我花在他身上的每一笔钱。我以同样的名义起诉他，算下来他还要退还我10万块。林凯气急败坏，但还是不得不低声下气：贝贝，这钱等我婚后再还可以吗？可以呀，按银行利率算利息，亲兄弟明算账，你说呢，前夫哥？林凯打的算盘比炮仗还响，他无非觉得入赘江家是板上钉钉的事实，到时候大捞一笔，这辈子就躺平了。只是他还没捞到什么东西。尊贵的江大小姐开口要天价彩礼，他不敢忤逆。林凯四处卑躬屈膝借钱，同学、朋友、同事都问了一个遍，愿意借的人寥寥无几。不久，江汉却在朋友圈晒了红色盒子装的礼金，配文订婚之喜。照片里面只有林凯妈妈出席，显得冷冷清清。林凯在哪？贱人，告诉他赶快给老子还钱。某天我接到一个外省电话，接通便遭到一顿辱骂。原来林凯解决彩礼的方式是网贷，还把我设置成了紧急联系人。人事他是一点不干，
能力支撑不了野心，还偏偏自以为是，跟着男人只会赔钱，不会发财。幸好老天放我一马。大哥，你能找到他吗？我都快跟他结婚了，可他找了别的女人，一声不吭跑了。我声泪俱下，连电话那头原本凶神恶煞的大哥都开始动容。大妹子，往前看，找到他了，我帮你收拾他。谢谢哥。甭客气，你也是可怜人，以后就不打电话吓你了，好好生活。大哥人挺好。林凯无力偿还欠款，江汉收下彩礼后，迟迟不带他见家长，结婚提不上日程，扛不住压力，林凯自曝，听说下跪请求江汉的原谅，闹得人尽皆知。宝贝，我太想跟你拥有小家庭了，这才犯了糊涂。你让老丈人帮咱们一把，之后我们好好过日子成吗？江汉面露难色。被扫地出门一事，想必他还瞒着林凯，何况江父已自身难保，断然不会掏钱替一个看不上的毛头小子还债。我爸本身就觉得我们家庭条件相差悬殊，这是告诉他，只会让他对你印象变差。你妈不是还有2套房子吗？卖了不仅可以还上钱，还能帮我们添置1套小户型新房。林凯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，竟觉得江汉说的在理，妈宝男摊上事就不维护亲妈了。可林凯他妈活了几十年，也不是吃素的。江汉还没过门，就撺掇他儿子变卖自己的资产。大户人家的小姐岂会觊觎这点东西？加上江汉怀孕这么久，一般父母都会急着会面，尽早完婚。但江家一点声响都没有，好似没有这个女儿，平常的探望关心都没有。林凯他妈开始偷偷托人打听江家的事情，这个家没有他得散。江汉是外室所生，在江家不受待见一事，稍稍打听便知。江家经营不善，资金链断裂，濒临破产，也有风声。林凯他妈知道江汉豪门千金身份不过是噱头后，气得不轻，大肆宣扬儿子被狐狸精所骗，才落得这般光景。没想到他无情到逼迫江汉打掉腹中的孩子，勒令林凯快刀斩乱麻，火速与他分手。她是我们林家的祸水，不能娶。什么富婆，原来是富婆！我呸！偷鸡不成蚀把米，都瞎了眼。林凯他妈这下倒是对自己有挺清醒的认识，自认是黄鼠狼，江汉也不是好惹的主。这么多年在江家早已身经百战，面对林凯他妈的驱赶，不挪不动。林家的种你们就得认，瘦死的骆驼比马大，你们家这寒酸样蛐蛐，我也好意思。江汉翻了个白眼，满脸不屑。我看是拖人下水的骆驼，以后出门记得蒙面，不然要债的美人吐一口口水都能把你淹死。林凯跟贝贝相恋多年，不是你用下三滥的手段色诱我宝贝儿子，他们早就结婚了。小三休想进我林家大门。林凯他妈墙头草倒戈的能力一绝，翻脸不认人的速度堪比光速，一个巴掌拍不响。你自己儿子没进化完全，管不住下半身。小三配奸夫，我们半斤八两，谁跟你配？林凯跟贝贝最配，他们这么多年的感情，他只要回头稍稍哄哄他们就能恢复如初。林凯他妈自信心远比钱袋子膨胀，自认为自己儿子是块吸铁石，每个人都招架不住往上贴。要不说林凯是他亲儿子呢，竟真的恬不知耻来求我原谅，给他一次机会。江家与我家一事，近期被大家当作茶余饭后的八卦议论得热火朝天。想必林凯他妈在打听过程中也知道了我的身份，这才弃车保足。贝贝，我错了，
我跟江汉已无关系，孩子我会要他打掉，请你再给我次机会，好吗？林凯抱着99朵玫瑰，在我面前痛哭流涕，演技一流，堪比奥斯卡影帝。虎毒不食子，你连动物都不如呢。我悠悠戴上墨镜，不想污了自己的眼，连开。这孩子不过是江汉捆绑我的工具，我明明做了错事的，相信我。林凯追上拉住我，你好，有消毒液吗？我被脏东西碰了，我一把甩开他，问一旁的物业，贝贝，我们这么多年都过来了，我就犯了这一次错，如果错过太可惜了。林凯像块扯不掉的牛皮糖，不依不饶，又扑通一声跪下。旁边的人瞠目结舌，留着你过年破坏我的心情才可惜，想跪多跪会，让保洁阿姨轻松点，多做点好事，老天说不定不会批你太狠。贝贝，求求你！林凯突然情绪激动，不由分说把我死死抱住，我觉得全身都不干净了，可嗨，我被勒得无法呼吸，觉得天旋地转，奈何力气太小，无力挣脱。就你也配？程燕的声音响起，几乎是怒吼。林凯捂着眼睛，瞬间倒地，我这才松了口气。程燕紧攥双拳，手臂青筋突起，从没见他发过如此大的火。他还想上前补一脚，但还是先过来看我的情况，还好吗？程燕语气立马柔和，紧张而又急切。他不停抚着我的背，担心我被吓到。没事，我口头说无大碍，但在心里悄悄做了个决定，要去学防身术。这年头因爱生恨杀人的可太多了。他是谁？林凯理直气壮地质问我，倒显得我跟个潘金莲似的，被当场抓奸。给我嘴巴放客气点。程燕朝林凯扬了扬拳头，眼神凌厉，充满挑衅。林凯立马蔫了，也是，谁叫程燕跆拳道黑带？上车，我们走。程燕揽过我的肩膀，圈住我，他的车就停在外面，你们给我等着，直到车开出老远，林凯才放狠话，怂货。江汉派人盯着林凯的一举一动，他来找我的事马上就被他知道了。这两人互相提防，倒是默契。他不知道从哪弄到了我的手机号，开始短信轰炸。不是说送我了吗？现在又跟他见面，什么意思？又当又立，可真会装。他脚不长我身上，我路上遇见垃圾了还犯恶心呢。此刻又有一疯狗对我吠，更恶心了。你拿你爸来压我，暴露我在江家的处境，不就是想逼我放弃林凯，拆散我们？你得不到的，让我也得不到。怀孕症状之一，想象力丰富。林凯撞见的那个男人，跟你卿卿我我，论出轨，谁知道谁在先？不好意思，分手后追求者有点多，来不及空窗，是容易让人误会。我也挺烦恼，你的骄傲有一天会被踩进土里，大家都是要进土里的人，互踩呀，留个脚印，懒得应付，浪费时间。我把江汉拉入了黑名单，跟程燕约着来一节跆拳道体验课，核心力量太弱，程燕建议我增肌，她主动请缨做我的营养师，想着她平日工作也忙，我回绝了。我通过中介请了一名年龄相仿、性格合拍的住家营养师，叫佳佳。我们顺其自然处成了朋友，控制饮食这么久了，今天出去放纵一下怎么样？我请客，刚给佳佳发完第1个月的薪水，她就做东，请我出去吃饭。好呀，我捯饬，我想也没想，欣然答应。其实我朋友少而精，能处成朋友的，我都十分珍惜与他们在一起的时间。喝杯奶茶解馋。我从商场卫生间出来，佳佳递给我一杯最近火出圈的联名款奶茶，真了解我，想喝很久了。我迫不及待喝了几口，
细细回味，之后两眼一黑，失去了知觉。再睁开眼，发现自己躺在地板上，手脚被捆绑起来，是一个密不透风的房间。醒了，喝水吗？林凯的脸凑上来，满是胡渣，双目涣散，一口酒气，脏乱邋遢。我胃里一阵翻腾，恶心想吐。现在见他已经是生理性厌恶了，我把头转向另一边。所以佳佳是你安排好的人？其实我心里已有答案，明知故问，只不过想拖延时间。哈哈哈哈哈！你能相信一个刚刚认识不久的人，却不愿意再相信我一次？为什么？人是江汉帮我找的，你为什么不像他？不管怎么样，都选择帮我，跟我站在一起。林凯摇摇晃晃，又哭又笑，像精神错乱失常，只能先顺他的毛，不惹恼他。我心想，我可以帮你还清欠款，再额外给你一笔钱。他初衷就是奔着钱财，谈这个最好。打开手机，先在银行转账，不要耍花样。我手里可是有我们在一起时你的私密照。见我说到点子上，他也不藏着掖着绕弯子了，只是他远比我想象的更下流污秽。手机银行每日限额50万，需要打电话调整一下额度。我把银行提示给他看，开扬声器。他瘫在沙发上睥睨，胜券在握的样子。人工客服调整额度，一套流程下来，林凯信以为真了，我也彻底放下心来。钱到账后，他开心的眼泪喷涌，激动地把我抱到了床上，眼神透露着更大的阴谋。你说让你怀孕的话怎么样？他想故伎重演，把用在江汉身上那一套用到我身上。好呀，你先洗个澡呗。你知道我洁癖，没松开绑前，反抗湿身更快。假意应承再脱。林凯闻了一下自己的衣服，翻身下床，带着我的手机走进卫生间。时间应该差不多了，来吧。林凯洗完，迫不及待解开自己的浴袍，不堪入眼，步步紧逼。来你妈！程燕只身破门而入，朝着林凯的背狠狠踹了一脚，在他倒向我前，把我抱起。他把我的头靠在他的胸前，不想让我看见他动粗的样子，又继续教训林凯：这脸你要了也没用。他似乎在抬脚踩着林凯的脸碾压，嗷嗷嗷！林凯痛得鬼哭狼嚎。程燕，算了，伤了折了，花点医药费无所谓，闹出人命只会影响程燕的前途。程燕抱着我的双手紧了紧，她在隐忍克制，缓下来，用嘴巴咬开了绑着我的绳子。把我放下后，她打电话报了警。林凯、江汉伙同犯罪进了局子，事情总算了结。在开始想着防身之时，我就在手机设置了一个离家的安全距离。我比较窄，除非出远门，不然活动范围非常固定。一旦超过这个距离，系统就会自动向紧急联系人发送求救信息。最靠谱的营救者非程燕莫属，但精准定位还需拨打电话，好让程燕获取 IP。给银行打电话调整额度是最好的契机。还好程燕跟我心意相通，默契十足，也条理清晰，沉着冷静。大小姐，我看你需要个保镖才行。是挺需要，我找中介公司，还敢找中介？教训没吃够，现成的就站在你面前。哦，那你下个月多领份薪水。你的性子要24小时全程看顾，保镖也不行。那什么才行？老公行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。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